2亿画素到底是不是噱头呢？我实际测试后，我觉得，黑胶存储链，那三星呢，终于发表他们年度的旗舰机种 S23系列机型。那我们也是昨天呢，实际上手还有实测一些地方，我们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心得。那我们就先简单快速讲一下规格啦。那到时候我们就直接切入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上手的一些心得跟体验。首先呢 ，S23 Ultra 这次加强的地方不仅是在娱乐使用上面，那生产力的部分也是会非常有感。它用6.8寸的曲面萤幕，然后支持1到120Hz 的萤幕更新率，然后配备了5000毫安时的电池容量。那它拥有最高2亿画素的主镜头，那长焦镜头呢，一样是有一颗3倍，还有一颗10倍的光学变焦。那最高呢，可以支援到100倍的超高倍变焦。那前置镜头呢，有1200万画素。那在 S23 Plus 上面就是有点中高阶的定位啦。那它拥有6.6寸的萤幕，支援48到120Hz 的萤幕更新率。那它拥有提升到4700毫安时的电池容量，拥有最高5000万画素的主镜头，以及1200万画素的前置镜头。那 Galaxy S23 呢，它尺寸上就很适合喜欢小手机的人。它拥有6.1寸的萤幕，支援48到120Hz 的萤幕更新率。对，就是这两只中阶都还是支援最高到120Hz 的更新率，然后配备了3900毫安时的电池容量。那拥有最高5000万画素的主镜头，还有1200万画素的前置镜头。好，我们就直接切入几个我最在意的重点，那就是在 S23 Ultra 还有它的性能表现上面，实际体验是如何。那首先我们先来感谢一下影片的赞助商，就是 Casetify。你是不是准备购买 S23 系列的手机呢？那新手机拿到手之前呢，手机壳一定要先准备好，那就可以用 Casetify 时尚又防摔的手机壳来保护你的新手机吧。那目前现在在我手上呢，就是 Casetify 的强悍防摔手机壳，还有特强防摔手机壳。那你可能光听名字就听得出来，它主要的差异呢，就在于它的防摔程度。那我们先来讲这一款强悍防摔手机壳。那其实这一款也是超级防摔，它拥有超越军规4倍的防摔等级，而且通过8.5英尺，就是大约2.5公尺的防摔测试。那同时呢，它也通过了连续104次不同角度的军规防摔级测试。那就是以军规防摔的规格呢，以不同角度以更严苛的方式去考验它。所以我相信这样的测试难度应该是远远超过一般人会摔到手机的情境。而另一款特强防摔手机壳呢，它多了4边凸起的保护角，超越一般军规防摔的5倍。那通过了11.5英尺，就是大约3.5公尺的防摔测试，并且还成功通过了连续134次不同角度的军规防摔级测试。那这些防摔家族还有哪一些特色呢？它采用独家专利 EcoSharp 防护科技，以速腾为灵感的螺旋纹设计，紧密交织的结构呢，有效吸收并分散95%的冲击力。那在背部的地方呢，有加高的相机环设计，就可以保护你的镜头，平常不管是放置在桌上或摔到手机的时候，不会去伤害到它。那在正面的部分呢，边框也都有加高，这样可以更有效的防止你手机衰弱的时候可能会造成萤幕受损。那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点是升值在 Casetify 的品牌里面，就是它采用了65%的回收物料与植物性原料，然后使用100%可以回收的包装，为我们的地球还有环保尽一份心力。那还有部分的手机壳呢是使用 Casetify 回收计划的旧手机壳而制成，并还加上了 Defensify 抗菌涂层，可以有效消除99%的细菌。那 Casetify 手机壳呢，他们设计上都支援了超过2000种的印花，并且也还有客制化的选择。那这些你都可以上他们的官网去选择你自己喜欢的图案甚至是手机壳的颜色，而去搭配不管是独家的设计款或是一些联名款的印花，那绝对可以搭配出一个非常独特的花色，那不会让你在手机一拿到一出去的时候就撞壳。那如果你也是透明壳控的话，之后 Casetify 也会为 S23 全系列推出透明手机壳。那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去关注 Casetify 官方的 IG。如果你想要订购这些壳的话，那我们这边 Casetify 也给我们的观众独家的优惠。那记得呢，一定要到资讯栏里面去点选苹果爹专属的85折优惠链接。那你不仅可以用在 S23 系列的手机壳，甚至是其他厂牌手机壳或它所有的配件、电子配件也都可以使用。那如果你可能是喜欢使用手机背带的人，你也可以去选购他们的手机背带产品。好，那我们今天介绍手机壳就先到这边，那大家记得去资讯栏点选85折的优惠链接，就可以得到最优惠的折扣咯。好了，那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个我知道超多人会在意的，就是它的处理器。那这3支呢，还有一个很棒的共同特点就是它们都搭载了 Qualcomm Snapdragon 8 Gen 2的处理器。那其实我蛮高兴看到这样，不管在任何定位的机型，都一样是搭载最新型、最旗舰的处理器的这种方式。那如果你在意的是一般使用体验不论在续航力还有效能上，不论选哪一支都不用妥协什么。那这个处理器的跑分大家可能都知道，那就在综合跑分的成绩表现是目前市面上所有手机里面最高分的。那在 GPU 的地方也是最强的，所以不论是影像处理或用
用来玩手游啊，都能很期待它的表现。那据说呢，它在散热的部分也是有在加强。那这样的好处就是在你可能长时间使用下、长时间玩手游下，或者长时间拍摄影片下，它整体体验会更顺畅。那续航力的部分也会增加。好，那下一个重点我们就来讲到相机。那你在看我频道的应该都知道，这个是我最重点在意或是最多会去测试的地方。那我们直接讲重点啊，这是大家会讲到这个2亿画素。2亿画素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有没有必要？到底是不是噱头？或是你到底用不用得到？那我实际试过之后呢，我必须说真的是很有感。它的解析度呢是前一代的16倍。那我们知道当今天拍一张照片，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细节的时候，或者说你事后可能要来做裁切的话，那自然你有更多的画素，就能让我们得到更好的结果。但是你一般拍照的使用情况下，或是光源不足的时候，你也能得到更好的成像。重点是你有这个选择在。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这张现场测试我用2亿画素去拍摄之后，我可以不断的放大再放大。那你看到左边这个植物的地方细节还是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它不是一个很严重有去抹到或者很多颗粒感的感觉。然后再看右边这一张画，你一样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线条跟细节隐藏在里面。那你可能说，这个就是一个现场的场景啊，拍这样的照片2亿画素就看那么多细节会有什么用？其实实际应用上面也有非常多地方可以讲。那像我自己拍摄产品，我可能在拍完之后，我可以放大到不同的地方来做裁切。那不论是在我构图上面的选择啊，或者想强调哪一个角度的细节，我都在事后可以再去做调整，或是用这张照片去裁切很多不同的照片出来发。那对一般人而言，你出门旅游拍照，很多风景区你可能想拍出大景，那或者是在距离上你有一些限制，那你也可以先用2亿画素的照片这个来拍完之后再来做裁切。那你喜欢用长焦镜头，当然也是可以。3星的10倍镜，其实大家外面应该都会看到很多别人可能拿来拍月亮或拿来拍飞机都是非常的清楚。那这一点大家应该都非常的清楚。那重点就是你有这个选择，你要高画素有，你要长焦有个真正的长焦镜它也有。那如果你喜欢玩相机，你想要在拍摄的这个相机里面有很多手动模式去调整，它也有。那这次在夜拍上面呢，它也有加强，有一个星空摄影的功能，我觉得很有趣。那你可以开启星象指南啊，它会在取景画面里面直接显示星座啊、星团所在的位置。那可能对爱拍星空摄影的人来讲，他会很喜欢这个功能。那在暗夜录影的部分呢，在现场测试下表现也是还不错，但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到时候实测会来重点测试的地方。那另外呢，像是 Expert RAW 它也支援了更多解析度啊，还有镜头。那在现场呢，我们也玩了这个多重曝光的功能，我自己觉得还蛮有趣啊。那可能对爱玩摄影的人来说，也会对这个感兴趣。那再我们来讲外形设计，那我自己是对这种后面相机比较平整的设计的这个方式是蛮喜欢的，因为其实我们说真的啦，先前这个镜头框一直凸出来，不管是哪一家手机厂商会做这样突出的设计，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妥协。那不论你是在壳的搭配上啊，或者它的镜头框保护上面，其实都是个蛮头痛的问题。那现在这个整个很平整的设计，放手机壳你看到他们也不用为了先前有那种很突出的镜头框在那边无限的突出来，整个设计感可以做得非常的利落。那在 Ultra 系列中，大家可能知道我本身是一个白色控，可是我到现场看到那个紫色之后，我就是跟苹果妹我们两个互相在讨论，到底是哪个比较好看，我们到时候到底要选哪一支。那最后的结果呢，我们也是还没有决定。所以呢，有在看我频道的观众，他可以猜一下我最后会选的是哪个颜色。那 S23 Ultra 呢，它还是有支援 S Pen， 那它功能上也是有增加许多。那老实说，我本身是一个不用 S Pen 的人，但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是一个必要有的功能。如果他要买这些手机，他一定要有 S Pen， 这是有在加强，所以也是个好消息。那总结心得来说呢，我觉得2大重点。那第一呢，就是它处理器现在完全的追上。应该说，先前有人如果要硬去挑剔这些手机的话，它真的也只能挑剔处理器这一点。那现在 Snapdragon 8 Gen 2这个的表现，大家应该也是有目共睹。那再来就是像我先前说的啦，三星这次在布局上面，它并没有去歧视，并不是 Ultra 最旗舰级的机种，它里面所有的机种都给你一样旗舰型的处理器，这样我觉得算诚意满满的啦。那我希望呢，这样的方式可以在再来几年都一直延续下去。那第二点呢，我是相机控嘛，那我记得以前啦，手机的相机用到1200万画素，就有人说啊，有必要吗？为什么要那么多？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大家用的不管手机或电脑萤幕，它解析度也越来越高。就算都排除这些，我们看到它用这种像素结合的科技，我觉得其实就算是一个比较两全其美的做法。因为你要细节有细节，你要最好更好的夜拍，它也有办法解决，不用妥协。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对规格上面的要求，有时候不是真的只是去看它的数字的进步，而是我们看到它在实际的应用上也真的带来更好的体验。那也相对的是在消费者有更多这样的要求下，可以迫使厂商去想出如何去进步，那同时又想出更多更好的解决办法。那这样对我们消费者而言，也才会得到更好的产品。所以2亿画素有没有用？有用，它也实用，那也不是个噱头。那就算你不拍2亿画素的照片，它里面所使用的技术也一样可以帮助你在一般摄影拍摄一般照片的时候得到更好的成像。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我个人非常期待的地方。那再来也会重点测试。那当然啦，我们到最后还是会实际开箱来测试给大家看，那做一些不一样的比较。那大家有什么想看的，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就记得订阅频道，持续追踪。那我们会再做更多细节比较的影片咯。那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拜。